每年的3月底4月初啊，是美国各大藤校发放录取通知书的日子，就像中国的高考放榜一样，几家欢喜几家愁。社交媒体上各种各样的喜拆通知书的视频很吸引人观看。I got it! I got it the first day! I got it the first day! I got it the first day! 而下面的留言除了表达出羡慕恭喜外，更多的是许愿自己也能早日爬藤成功。而与之相对的呢，是数量庞大的落榜人群。不过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会把自己落寞伤心的一面展示在网上，所以更是加深了那种只听新人笑不闻旧人哭的印象。在这样的网络氛围中啊，一则悲剧还是引起了广泛关注。美国马赛诸塞州的媒体 Andover News 报道，一个名叫 Lucas Lee 的韩裔学生因为在申请大学时频频受挫而选择了轻生。随后 Lucas 就读的学校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发言人在群发给学生和家长的邮件中说，我们失去了 Lucas 这个可爱的学生，心都碎了。虽然官方的死因还没定，但是 Lucas 的家人允许我们透露，这是 Lucas 自己的选择。同学们呢也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纪念，他们说 Lucas 不仅成绩优秀，还是学校的高尔夫球队成员，同时呢还组织参与了多项社区慈善活动。可是啊，他在大学申请上却并不顺利。根据 Reddit 上的爆料称，他申请了美国 Top 10的全部大学，结果都被拒了，给父母留下了一条 I'm sorry 的短信后，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噩耗传出后啊，人们除了把矛头指向高中生学习压力大、心理问题没有得到重视的原因外呢，美国大学尤其是藤校录取中的平权运动也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其实啊，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原本成立之初的目的是为了反歧视，只在高校录取中为不同性别、肤色、族裔的申请人留有一席之地。可是啊，在极左抬头和政治正确的推动下，情况就渐渐的变味了。在分配名额上一定要按照族裔和性别比例一刀切，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有的学校啊还把性少数群体单列一类，让不少人觉得反歧视，反着就成了对多数群体的反向歧视。这里边啊受影响最大的是一向以成绩优秀闻名的亚裔。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同样是争夺藤校的录取名额，亚裔就好比被分到了一个死亡之组，而非洲裔、西班牙裔则被分到了轻松躺赢组。面对这样的情况，来自亚裔家庭的学生竞争更是层层加码到了白热化，而 Lucas 就不幸成为了平权运动大浪里的一粒沙。这种情况下，也有头脑灵活的亚裔学生选择打不过就加入的办法。比如啊，当年的一个印度小哥为了进入医学院，竟然把自己搞成了一个黑人，结果还如愿以偿了。那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故事的主角啊，名叫 VJ Jojo Chokalingam， 下面咱们就简称他为小 V 哥。可能爱看美剧的同学会觉得，这小哥看着有点眼熟啊。那是因为他有个名叫 Mindy 的妹妹，是好莱坞颇有名气的演员、编剧、声优及制片人。除了在大热美剧 Office 里面扮演自信美丽又毒舌的客服专员 Kelly 外啊，他还自编自导自演了喜剧片《鸣笛凡事多》，可谓是多才多艺，还被《时代》杂志评为2013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说回 V 哥啊，他打小呢就是成绩好、标准化考试强的孩子，换句话说啊，就是印度移民家庭中的小小做题家。相比其他来美国的新移民，小 V 哥的家庭无论在经济、学历还是智商上都算是赢在了起跑线。他父亲是一个建筑师，母亲是一位妇产科医生。V 哥的父母在尼日利亚工作的时候相识并结婚，之后就移民到了美国，所以啊 V 哥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印度裔。因为深知知识改变命运啊，小 V 哥的爹妈对孩子们的教育抓得很严，每天学校、补习班、家教3点一线，做题做的笔尖子都快冒火花了。小 V 哥呢也很争气，从小成绩就名列前茅。然而啊，他在11岁那年却第一次体会到了所谓的公平教育其实并不公平。那时啊，父母给他申请了一所波士顿地区出名的私立男校，号称只要是进去了，那就是一条腿迈进了藤校，因此啊，竞争十分激烈。为此啊，小 V 哥悬梁刺股、废寝忘食地准备了好几个月。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不仅是考试成绩非常优秀，在随后的面试中更是思路清晰，对答如流。就在一家人都认为 V 哥的入学是十拿九稳的时候，却意外地收到了一纸拒信。这是为啥呢？母亲就回想起曾经听见2位面试官中的一个偷偷说，不行啊，他这样的我们今年已经录取太多了。细琢磨这话，当妈的立马就炸了。什么叫他这样的？歧视，这是妥妥的歧视，我要找你们校长评评理。校长呢，振振有词地说，我们需要招收不同族裔背景的学生，才能打造一个文化、观点、经历多元化的校园环境。如果只看分数的话，那我们估计很快就会成为一个100%亚裔学生的学校了。小威哥的母亲愤愤不平，威胁要提告，校长呢根本就不当回事。他表示，录取谁不录谁，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考量的是各方面的综合实力，你根本没有我们种族歧视的证据，告到法院也没用。顺便提醒一句，我们百联老校在教育界的人脉还是有一些的，真跟我们撕破脸打官司，那到时候可不只是你娃了，你们家族其他孩子要进别的学校那可就难喽。听了这话小薇的父母只好咽下了这口窝囊气，让儿子退而求其次，进了另一所也还不错的学校。而小薇哥自己呢，在失望的同时也领悟到了一件事，那句让所有族裔平等享有教育机会的口号，听起来多么正义，多么感人。其实背地里学校的招生拼的不是成绩，而是配色方案。人家要的不是分数最高的，而是画面最多元的。而小薇哥当时绝对没料到，这条人生道理会在10年后彻底颠覆他的一生。虽然起步受了个小挫折吧，但是威哥的中学算得上是一帆风顺，毕业后也顺利考入了芝加哥大学。当然了，这只是他进入医学院之前的一个跳板而已。威哥的大学过得那叫一个多姿多彩，他不仅加入了学校里的一个兄弟会，还被推举成为了社交主席。这个 title 听上去很高大上但实际上呢，就是干一些会场布置、采购零食酒水、站在 party 门口收入场费的杂活。不过小威哥却甘之如饴，一方面呢，他可以借机认识学校里的漂亮美眉二来是他发现这里头还挺有油水的。你看入场费5块钱，但是经费分摊在每个人头上，成本只有2块多，这可是1倍的利润加上 V 哥后来呢，还学会了一个骚操作，就是在派对开始后不久，就让死党跑出去找个公共电话报警，匿名投诉噪音扰民。这样一来，那些花了入场费的冤大头们还没喝几口酒呢，就被警察给赶回家了。剩下的酒水零食可以来个2次销售。看人家这头脑V 哥将来能够以一己之力挑战美国高校的招生制度，那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就这样V 哥度过了3年快乐的大学时光，直到又遭到了现实的一记当头棒喝。起因是他的印度裔好友在一口气申请了15所医学院之后，只收到了2所学校的面试通知，而这仅有的2次机会也都铩羽而归。关键是这朋友的成绩比 V 哥好很多，那这样的学霸都进不了医学院，像 V 哥这样的人就更别想了。V 哥开始紧张了，他痛定思痛，告别醉生梦死的生活，退出兄弟会，把图书馆当成家，开始奋起直追，拼了老命也只是把 GPA 干到了 3.1， 距离医学院需要的最低 3.5 还是差了一大截自己的那位好友的 GPA 可是 3.7， 都被医学院给拒了。V 哥的一颗心直接荡到了谷底。心灰意冷的他就开始认真的考虑，是不是要放弃当医生的梦想，混到毕业随便找个工作算了。然而这时又一个噩耗传来，母亲被诊断患了癌症，而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因为自己的印度医学院的学历无法进入美国的大医院进行行医，于是只能在一些私人诊所为人看病接生。于是他在病榻前握着 V 哥的手，希望他能够进入医学院，圆了自己此生未尽的梦想。而 V 哥呢，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心中却是慌的一批此时距离医学院的申请满打满算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了，自己这个学渣到底该咋办呢？回到学校后的小 V 哥愁的那叫一个茶饭不思。而就在这时，他听说有个在兄弟会中跟他不怎么对付的家伙，居然成功的被杜克大学法学院给录取了。
V 哥心中满是酸味的羡慕嫉妒不甘心啊！奇了怪了，这家伙不是跟我一样是个学渣吗？凭啥被杜克录取了呢？这祖坟到底是冒了啥青烟？事实上人家祖坟还真的有一缕青烟，那人的太爷爷呀是夏威夷的波利尼西亚人，于是他也就摇身一变，从白人变成了原住民后裔，享受到了平权录取的福利。听了这事儿V 哥的下巴差点就掉地上了，这他妈也行？10年前申请顶级男校被拒的一幕又重新在他的记忆中浮现，一个念头跳了出来，那他都行，我也行啊！V 哥说到做到，很快就从图书馆里调取了过去5年中全美各大医学院的录取人数、平均分数、族裔构成，发现尽管在具体的数字上略有区别，但基本上符合1半白人、20%亚裔、15%非洲裔、12%拉丁裔、2%到3%的原住民后裔。V 哥相信这肯定就是大学追求平等平权一刀切的结果。之前提到的，由于亚裔家庭普遍比较重视教育，成绩都比较好，因此把这录取分数线拉得很高。但是相对来说成绩比较一般的黑人和拉丁裔，这个择优录取的分数线也就比较低了，通常比亚裔组低个 20% 左右，甚至在某些深蓝州的大学会低 40%。 那这么看来 V 哥那 3.1 的 GPA 成绩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好，思路是有了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到底该冒充哪个族裔比较好呢？ V 哥首先就排除了原住民的选项，这个要求祖上是正宗的美利坚土著，户籍上很难作假。西班牙裔也不行，小 V 哥除了 Hola amigo， 别的西语也不会说呀。这么看下来，剩下的就只有黑人了。V 哥对着镜子照来照去，虽说平时也经常开玩笑说自己的皮肤比有些黑人还黑，但是那一头浓密飘逸的头发，忽闪忽闪的长睫毛，怎么看怎么都是根正苗红的恒河儿女啊，跟刻板印象中卷头发塌鼻梁的黑人小哥那是八竿子都打不着。可是这也难不倒 V 哥，他先给自己剃了个大光头，再刷2下把睫毛也给剪了，没了旺盛毛发的加持，他还真有那么一点黑人的影子了。 V 哥自我暗示说，所有人种的祖先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智人，所以我们说自己是非洲裔没毛病。在正式开始这项染黑计划前V 哥还看到了一桩前车之鉴。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个名叫 Ramo Nobe 的印度小哥，试图冒充黑人申请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结果被发现之后，不仅申请被驳回，还进入了全美大学黑名单，前途尽毁。要是换做别人看到这事估计就会打退堂鼓了，但咱们 V 哥可不是吓大的。他在仔细研究了 Ramo 的例子之后，认为他的问题主要出现在胆子实在是太大了。除了冒充黑人，还谎称自己获得了国家优秀奖学金，并且从一个麻风病疗养中心骗取捐款来交学费，那窟窿太多，再大的船也会沉啊。于是V 哥决定了，除了在族裔一栏的非洲裔打个勾之外剩下的一切都会使用真实信息。不过他会暂时把 VJ 这个印度味十足的名字拿掉，而是使用自己的中间名 JoJo。 本着做戏就要做全套的念头， V 哥开始了对自己的全面改造，不仅是衣着发型，还有说话走路、吃饭喝水，就连看什么电影听什么音乐都要向黑哥们看齐。这事看起来难，做起来更难。小 V 哥不仅参考了电影电视里面的黑人演员，还一直偷偷的观察和模仿学校里的黑人同学，可怎么都不得要领。他还是怎么看怎么都是全身上下一股子印度味儿。好在这个时候V 哥谈了一个学校话剧团的女朋友，尽管他只是一个龙套演员，但是对演技这个事儿却颇有心得。就像周星驰在电影《喜剧之王》里那样，女友扔给了 V 哥一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大作演员的自我修养，让他仔细研读，从理论到实际去提高自己的演技。对于 V 哥模仿的对象，女友建议他去学学痞子阿姆。你得看看人家为啥看着那么白，但给人的感觉却又那么黑呢？你得学学他身上那种 feel， 你懂吗？在找准了理论和目标之后小 V 哥终于有所成效，从一眼假的黑人变成了需要多看2眼才能看出来不对劲的中高仿黑人。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进步提升可能已经到头了，小 V 哥又想起了另一条路，
想把一滴水藏起来的最好办法，那就是把它滴进海里。我可以去加入黑人社团啊。他很快就把目光锁定到了芝加哥大学的黑人学生会，不仅因为它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小 V 哥发现入会条件只提到了需要按时缴纳会费，并且定期参加活动，从来没提只有黑人才能加入呀。前面也说了，小 V 哥通过自己灵活的头脑，在给兄弟会办 party 的过程中赚了不少外快。于是他本着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理念，大手笔的给黑人学生会捐赠了活动经费。这个从天而降的金主副歌自然引起了学生会主席的注意。于是V 哥这头还没正式入会呢，就被主席主动邀请喝咖啡。而俩人这么一见面，不禁哑然失笑。我说是谁呢？闹了半天老熟人啊。原来这个学生会的主席是个身材高挑、行事果断、风风火火的漂亮黑人大姐姐。在小 V 哥刚入学那阵子俩人修过同一门化学课，还被分在了同一组。不想几年后以这样一种方式再见面，不得不说是一种缘分啊。既然如此呢，小 V 哥也明人不说暗话，干脆把自己要假扮黑人进医学院的计划和盘托出。结果只见对面的大姐听得眉头紧锁。你这不是摆明了要骗人吗？而且你这么做岂不是要挤掉真正黑人弟弟妹妹的入学机会吗？眼看要陷入僵局了， V 哥使出了真诚是最强的必杀技，一脸诚恳地说，你也知道这个世界呢看似公平，其实一点也不公平，打着要给我们这些少数族裔平权的幌子，做这种施舍性质的伪善，何尝不是更深一层的歧视呢？我想要进入医学院不假，但我更想要撕掉这些虚伪的面具，把所有的肤色、性别的人都拉到同一起跑线上，让他们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平等。如果我成功了，那就是对招生系统的啪啪打脸，让所有人意识到它是多么的荒唐和可笑。而如果我失败了，我也甘愿承担一切责任，绝对不会连累你和黑人学生会一分一毫。听了小 V 哥这慷慨激昂的一席话主席大姐沉思了半晌，站起来握了握他的手。欢迎你加入我们黑人学生会，我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如果有朝一日你的经历被改编成了电影，那么扮演我的那个人一定要是黑珍珠 Halle Berry 很快小 V 哥就发现这个入会的钱花的实在是太值了。之前小 V 哥也加入过学校里的南亚学生会，所谓的活动呢，无外乎是穿上鲜艳的民族服饰，吃吃喝喝，唱唱跳跳，热闹一番完事儿。但是人家黑人学生会相比之下严肃认真了不少，不仅有学长学姐帮助学弟学妹补习功课、研究论文、申请考试，还定期有一些功成名就的黑人校友进来演讲，鼓励大家要好好学习，打破肤色带来的学业和职场天花板。有一次小 V 哥受邀去听了一次演讲，当时呢他晚去了几分钟，错过了台上演讲人的自我介绍，但是一场听下来只觉得那人口才了得，气势十足，听得人热血沸腾。于是就问旁边的人，这人谁啊？对方回答说，这个人呢以前是咱们法学院的一个老师，现在呢是芝加哥议员，叫什么 Barack Obama。 在学生会中黑哥黑姐的鼓励和帮助下，小 V 哥参加了简称为 MCAT 的医学院入学考试，虽说成绩依然距离录取线有些差距吧，但是相比 3.1 的 GPA 还是要好看一些。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之后， V 哥要正式面对的就是最兴奋的环节，申请医学院了。那么表面上是黑人啾啾哥的印度小 V 哥，能够瞒天过海顺利过关吗？根据流程V 哥需要使用一个名叫美国医学院申请服务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 Application Service 的申请渠道，这相当于是一个大池子，把所有申请人的成绩资料都放在里头，让医学院的招生办进行挑选。也就是在填写这个申请表的时候，小 V 哥在非洲裔美国人一栏上打了个勾。但其实最困难的是 V 哥需要提供的大学推荐信。要知道他是作为一个印度裔进入芝加哥大学读书的，那到时候写推荐信的时候，两边一对比，分分钟就穿帮了。这样小 V 哥愁得夜不能寐，估计这下真的要完蛋了。结果幸运女神再一次眷顾了他，因为这一年申请的人实在太多了，芝加哥大学专门开了一个名叫 Per Medical Office 的部门，为那些想要申请医学院的学生们开推荐信。为了简化程序，学生们只要向这个部门提供自己的个人信息就行了。
而小 V 哥呢，在填表的时候故意没在族裔上面一栏打勾，但是却在里面附上了一份黑人学生会提供的说他是社区活动积极分子的证明信，再加上他那个黝黑皮肤顶着光头的申请照片，很容易给人一种他就是黑人，表上忘了勾而已的心理暗示。做完了这一切呀，小 V 哥上传了自己并不那么高的 GPA 和 MCAT 分数，人事已尽，接下来的一切听天由命吧。结果啊，连他都没想到，在之后的几个月里，面试邀请如同雪片般飞来，其中还不乏哈佛、哥伦比亚、耶鲁等多家藤校，这让小 V 哥又惊又喜啊！难道说只需要简单的改一个种族，就能一下子从无人问津的学渣变成各大名校争着抢着要的香饽饽了吗？不过啊，接下来的面试环节，小 V 哥还是心里打鼓。那些招生官又不是瞎子，万一让他们发现他不是黑人，那该咋办嘞？可是啊，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多虑了，因为在美国啊，没人会没事问，你到底是不是黑人啊？我说你咋看着不像黑人呢？只要你敢问，一顶种族歧视的大帽子就会从天而降，直接把人扣在地上。所以啊，那些面试官们哪怕是眼神中多少透露着点狐疑，但是也会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话题。里面唯一一个当面揭穿他的呀，是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凯斯西属大学。面试官表示需要医学院院长亲自定夺，而他们的院长呢，是一个来自海地如假包换的黑叔叔。院长一见面就对他说，你是哪门子的黑人？老实交代，你爹妈到底哪儿来的？这下呀，可是李鬼遇上了李逵， V 哥只得从院长办公室落荒而逃。看来啊，在这个问题上，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不过那些见多识广的藤校面试官们尽管没有当场戳穿他，但之后还是以各种理由给他发出了拒信，这让原本雄心壮志的 V 哥多少感到有些受挫啊。而更让他感觉难受的呢，是他这个时候也切身体会到了整个社会对黑人戴着的有色眼镜。比如说啊，他需要在全美飞来飞去参加面试嘛，但是机场所谓的随机安检总是会抽到他头上。在不同的城市坐公交的时候呢，身边的大娘也会紧紧地抓着皮包啊，警惕地盯着他不放。有一次啊，他去一间芝加哥大学旁边的超市购物，出门的时候就被保安给拦下了，要翻包，并要求他出示手上那箱啤酒的小票。而之前啊，他为兄弟会开 party 的时候，每次都是几十上百箱的来买啊。同样是这个保安，不仅不查小票，还会主动过来帮他给搬到车上。那为啥当他从印度小 V 哥变成黑人啾啾哥之后，保安就立马怀疑他会零元购了呢？小 V 哥意识到假扮黑人这个事儿啊，不能只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更何况这个时候他读医学院的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打是挨了不少，肉却一口还没吃上。就在他心灰意冷想要放弃这个疯狂的计划之时，圣路易斯大学的医学院向他发来了面试邀请。这所医学院历史悠久，1836年建校，是美国西部最早的医学院之一，以医学教育和临床训练为特色，隶属于圣路易斯大学 SLU。 虽然无法比肩哈佛 John Hopkins 的医学院吧，但是聊胜于无啊。3.1 的 GPA 还要什么自行车啊？小 V 哥心想，要是没有平权法案，这家医学院自己是压根没机会进的。看着来之不易的录取通知书，小 V 哥喜极而泣，他终于圆了从小就有的那个梦，也圆了妈妈的梦。只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是以黑人啾啾哥的身份实现了梦想。因为知道自己进入医学院其实是钻了录取上的空子，小 V 哥决定要洗心革面，认真学习，证明自己的实力。他脑子灵活，刻苦上进，入学成绩嘛是渣了一点，但是上升空间大呀。只是啊，当老师和同学们偶尔问到他到底是哪儿来的时，总是得用我出生在尼日利亚来糊弄过去。可是啊，就像是喜剧最终都会变成悲喜剧一样，小 V 哥的人生在他进入医学院的第2年发生了变化。进入了心心念念的医学院以后， V 哥才发现其实自己并不是真的热爱医学，他在学业上也遇到了困难，并产生了退学的念头。但是考虑到自己多年的梦想和母亲的殷切期望，他还是要咬牙挺一挺，坚持一下。但是啊，他还是在实习的时候彻底打碎了医生梦。不管他的成绩跟同学相比差还是不差，他实打实的在申请实习的时候感觉到了差别。因为医院给他安排的都是半夜凌晨这些谁都不愿意去的时间段，
而且那些需要打扫搬动的体力活也都留给了他。一开始威哥还任劳任怨，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好像是被人当护工使唤了，于是他就写信表达了不满。学校方面呢，回信表示，既然是实习来的，那就意味着什么工作都要学会去做，并且还说实习的安排决定权在我们手上，你如果不满意，也可以去选择别的医院实习，不过这儿的医院之间都是有联系的，闹太大了对你以后也不好。小威哥听着就觉得这话十分耳熟啊，他就想起了10几年前自己申请那所男校的时候，校长也是一模一样的说辞啊。他终于意识到，不管是亚裔还是非裔，歧视都无所不在。他以为自己耍了点小聪明，吃到了甜枣，但其实巴掌都在后头。他想起了之前跟学生会大姐姐说的，自己这么做的目的是要让人们意识到，所谓平权运动的伪善就是打着平等的口号进行的隐形歧视。可是自从他如愿以偿进入了医学院以后，貌似渐渐地忘了这个初心。本来是想看个笑话，结果自己却活成了一个笑话。此时小威哥的母亲在和癌症搏斗了多年后，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弥留之际，他面带微笑，说自己这辈子最大的成就是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健康的孩子、有爱且负责的丈夫。第二大成就就是行医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被病人告过哪怕一回。这可是那些在美国读完医学院拿到执照的同行们想都不敢想的。他此生无憾了。母亲的去世给小威哥和妹妹的人生都带来了极大的触动。定义一辈子的成功与否其实就是如此简单，跟学历、跟工作、跟挣了多少钱都无关，只要认真活过，不留遗憾，就已经是莫大的成就了。于是妹妹 Mandy 带着$2000美元闯荡好莱坞，立志要成为第一个印度裔的女性喜剧演员。而小威哥这边呢，则是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他向圣路易斯医学院自首了，承认在入学的时候身份造假。根据他的自传 Almost Black 中提到，他是在学校申请转入医学管理类专业的时候，故意把自己的种族写成了亚裔。没有悬念的，他的申请很快被驳回，而学校也发信要他解释为什么之前入学的时候会出现信息登记上的不同。只能说作为一个老牌的医学院，校方为了自己的面子，也同时给了小威哥面子，并没有当场将他开除，而是用这种方式委婉的想将他劝退。小威哥呢，也非常麻利的办理了退学。面临这个半途而废的窘境，他一点也不后悔，因为这时他终于不再是黑人啾啾哥，而是做回了印度小威哥。1年后，他通过自学考取了注册金融分析师的执照，并且进入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工商管理学位。多说一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是美国少数公开反对在招生中使用平权政策的学校之一，也就是说，这次小威哥的录取是全凭实力。毕业后小威哥成为了一个简历撰写师和大学申请顾问，帮助上千人进入顶尖大学和获得理想工作。他提供的服务包括简历润色、面试辅导等，这个职业简直是对他量身定做的。不过他也跟客户强调说，真诚永远是第一位，千万不要耍小聪明，更不要谎报自己的背景和种族，因为所有的谎言最后都要付出10倍甚至是100倍的代价。在这期间他将自己那段跌宕起伏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做 Almost Black。在书中，他对所谓的平权政策做出了这样的总结。表面上看起来，大学为不同的族裔预留了位置，给出了优待，其实事实上不仅加剧了不平等，还给少数族裔拉了不少仇恨，让人们觉得他们是需要特殊照顾才能和白人比肩。很多读者给他留言支持，里面不乏亚裔，他们分享了自己申请大学时受到的逆向歧视，呼吁尽快终止这个荒唐又虚伪的招生政策。不过从最新的这起 Lucas Lee 的悲剧来看，这条路依然任重而道远。最后我们想说的是，上名校不能确保人的上限，但是诚实和优秀的品格却能永远确保人的下限。最后提醒一下， M2 档案的会员视频正在更新中。从洛丽塔到一己回忆录，荧幕上塑造了很多成年男性和少女之间浪漫的假象。那从国民男神到人设崩塌，金秀贤和金赛纶之间是真正的爱情，还是披着温柔外衣的操控和掠夺呢？另一边，岁月静好的挪威，2位中国留学生被残忍杀害的背后，究竟还隐藏着什么样的悲剧和秘密？留学黑中介
到底有多黑？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解锁更多的精彩节目。我们的常规视频呢也会稳步更新，谢谢大家的支持，咱们呢下期再见。